蓝曦臣说：忘机你说，究竟何谓明理？蓝忘机说：知可不言，守而不迁。蓝曦臣说：我看他聪明得很，明理自是好说。倘若他真的知晓了，明白了，心绪如何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蓝忘机说：往事已矣。他如何想，我不做强加。蓝曦臣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：我听说你方才准了，他不习琴，他此前闹得那样大，子弟中少见有这样心性的，险些被叔父知道。蓝忘机说：兄长自有办法。蓝曦臣苦笑：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倒是你就这样应允了。蓝忘机说：是。他若想学，我必会教他；他若不想，我亦不必强加。蓝曦臣叹了一声，毕竟是蓝氏子弟。蓝忘机突然说：学与不学，又有何干系？蓝曦臣说：忘机。蓝忘机说：我只希望他此生康健，安然久长，其余种种，只要品行无愧，都可随他心意。蓝曦臣沉默了很长时间，只说：我知你不会教错他。许久，久到蓝志几乎再次睡着了，又听到蓝曦臣低声说：倘若真有一日，仙门百家知他身世，或是他陷于不测，蓝氏自当分毫不退，只是他自己，我在。蓝忘机说，又重复了一遍：我在，不会。蓝志下意识地在榻上动了一下，蓝忘机的声音也静了下去。须臾，有一物机不可闻的摩擦声传来，一个脚步转过屏风，蓝志知道那是蓝忘机，只在榻上闭着眼睛，按睡着时的节律呼吸起来。蓝忘机坐在他的榻缘，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见他并无异状，方低声道：没事的，别怕。那夜里蓝志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的画面极为模糊，他似是看到蓝忘机，却比眼前常见的那个更苍白而瘦削。蓝志自己似是很小，小的只能抓住蓝忘机的一只手指。蓝忘机看着他，未曾竖起的发梢柔软地垂到他眼前，也被他一把抓住。蓝忘机在那个梦里说：我在，阿夏，安心。醒后的世界与寻常无异。蓝轩的父亲再度远行，他们三个又住回了曾经的庭院。有一日，蓝苑与蓝轩放课回来，蓝志问：韩光君的进士之中，可有过孩子？蓝苑愣了一下，不知怎么回答。蓝轩大咧咧地说：韩光君从来没有婚配，进士里又怎么会有孩子？你怎么想起问这个？蓝志一时也说不出为什么。蓝轩看着他，想了想，说：你是不是听说师姐出嫁的消息，有些好奇了？他说的师姐便是曾经捧着蓝志的手给他上药的那一名。蓝志早就听过这个消息，但眼下只好说：是吧？蓝苑又说：不过我记得进士里似乎是有过孩子的，那时候我太小，当真记不太清，也不知是听人说的，还是自己看到的。不过那时韩光君似乎还在闭关。好奇怪，一定是我记错了，就算是同门师伯的孩子，也不该养在进士。蓝志问：韩光君为何闭关？蓝苑说：这个我便不知了。到了那年的夏日，蓝志已经8岁。蓝苑和蓝轩都已满了搬出去的年纪，曾经的屋子里住进了新的孩子，蓝志却已比彼时的两人还要年长。盛夏时，那位师姐的夫家到姑苏迎了新夫人，云深不知处的规矩与肃静中少见的透出几分喜气。至秋日，那位师姐归省，从夫家带回不少有趣的东西分给他们，难得蓝氏也歇了一天的课业，便有几个师兄带他们下山去采邑镇上玩。人是晌午前去的，午后不久，蓝苑与蓝轩急匆匆赶了回来，直奔进士去找蓝忘机。蓝志不见了。先前有一名师兄让他去旁边的铺子里买风筝，风筝买来差点被风吹走，我们急忙去捉，再回来的时候，阿志已经不见了。蓝苑说着，有些上气不接下气，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去买别的物件，可久等不来，几位师兄又遇见去找，都没有寻到。蓝曦臣彼时也在，皱眉听完，当先伸出一只手安抚蓝苑，说：此时是白日，校服上又有真言，邪祟不可近身。镇上多蓝氏子弟，加之人人识得我族门生，想要悄然掳走也有几多困难，应不致出什么意外。他虽这样说，脸色却并不见放松之态。蓝忘机问：他身上可有银钱？蓝苑说：只有2文，还是买风筝找来的，2文能买什么呀？蓝轩在一旁也急得团团转，
听他这样说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道：“买个琵琶。”蓝曦臣一愣，蓝忘机提剑便走。那日的采邑镇飘了些秋雨，不似夏日时烈日灼人。蓝忘机到时雨方才停，地面与亭台都是湿漉漉的。蓝志坐在市集之中一道石桥栏杆上，正在包手中一只明黄的琵琶，露出雪白的果肉。他的衣袖不见潮湿，蓝忘机看到了他，便也不再快走。等他缓步走到桥上，蓝志的琵琶刚好吃完。蓝忘机问：“可是货贩传女赠的？”蓝志点头。蓝忘机又问：“可道谢了？”蓝志点头。蓝忘机便向他伸了一只手，说：“走吧。”蓝志跳下桥栏，牵了他的手。他们一路走，两身校服都是雪白。采邑镇的路人虽常见蓝氏子弟，却是第一次见一个出尘高寒的仙君牵着一个同样不俗的小公子，忍不住多看了他们几眼。蓝忘机将他牵得紧了些。走着走着，身边的人流化作潮水退去，长街沿向城外，一时路上只剩他们两个。蓝忘机迟迟没有遇见的意思，仿佛要这样一步一步走回云深不知处。秋风吹散了空气中的雾，吹散了车马的尘嚣。蓝志在通透干净的风中辨出蓝忘机的气息。蓝志突然开口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：“父亲。”蓝忘机疏忽极用力地握了一下他的手。蓝志又道：“父亲。”蓝忘机停下了脚步。蓝志终于抬头，见蓝忘机也正看着他。那双同色宛如琉璃的眼睛中剩了太多沉重的东西，蓝志此时还看不懂。他只是用力地抱住了蓝忘机，把手环在他的腰上，脑袋贴在他身前。蓝忘机的一只手贴在他的后脑上，轻轻地抚了抚蓝志。他像一声叹息，也像一声如释重负那般说：“我在，阿夏，安心。”魏无羡走在乱葬岗的后山上，新年百家围剿，招魂大阵与各种镇守石兽一起压在山头，连同名门修士一同驻守许久。大量人力在此，自然没办法忍受魏无羡当年得过且过的阵仗。山前的道路修葺出来，模样比魏无羡当年那条不足一辆板车通行的羊肠小道好得多。只是那条山路通道伏魔洞便不再修，乱葬岗后山还是一如既往，一派荒凉凄凉、阴邪幽煞的模样。魏无羡便在隐隐发黑的荒草丛中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。原本被绑上山的百家子弟都被解救，要依次乘船回莲花坞。山上人太多，受伤脱力的也有太多，下山上船都极慢，最快也要1个多时辰。魏无羡在旁观望了一阵，除了几个小辈，还是没什么人胆敢或意愿同他们讲话。那几个小辈又被自家长辈看得极紧，就这样静默了半晌。魏无羡突然说：“蓝湛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？”蓝忘机说：“好。”